送完汤了。嗯。看什么呢？五星并句。我之前查了无名科的预言，五星并句，指的就是这种星象。古书上说，这是君主遇刺之兆。那还挺准。不是，你仔细看，尾巴是不是已经开始拐弯了？不是一条直线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一切已经过去了呀。你自从打败图尔之后，已经开始改命了。你什么时候这么信天象了？对我有利的我就信。蛋总，明天太后出殡，我还是想陪你一起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婉言。可是我也只是想求一份安心啊。你去犯险，留我一个人干等着。你想想我的感受吧。哦，非要一起赴险，你才安心。皇后呢？不当了？要是干不掉端王，我这个皇后也只是个摆设。我可不想一辈子都玩 cosplay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宁愿和我死在一起？我穿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死过一次了。我原本以为死了会上天堂，没想到来了这么个地狱副本。很多时候，我都身心俱疲，不想玩了。但是因为有你一起组队，所以不知不觉也坚持到了现在。我们一起做了好多事啊，预防旱灾，打败太后，结盟燕国。就算终止在这儿 ，game over， 我也想夸一句自己好样的。当然，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事，也要一起去做很多事。哦，谢雨儿说的商业帝国我也感兴趣。你答应过我了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会让我孤身一人。你想食言吗？好，那就一起。是谁的想念日夜缠绵？对的爱情渐行10万千，走一遍我一眼，都在徘徊流连。几度风，几度微梦，寥寥无言。看着迷迷茫茫的世界，还有谁守着那般思念？人间不变，就算会转眼泪雨千场，一生就永远等着一个人出现。如果没有你这个叛徒，不容云姬可至于此。就你这点雕虫小技，还想救了马车里的人？我可不是王爷，不会被你的美色所迷惑。你放心，你们每一个人都逃不过。那你跳快了吧，走！来人！萧太医，萧天才人呢？你忘了，他说要留在宫里，换我自由的。我们回去，我们现在就回去。走，不行，听我说，姐妹，如果萧天才要是知道我快死了，他会罢工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我不会让你死的，
我说了我要入股你的商业帝国，我们一起搞外卖，送快递，一起做大做强，好不好？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可能我就像做了一场梦，醒来我就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了。我再也不会跟我妈妈吵架。我还想跟你一起去你说的那个城市，喝到这儿的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怀疑，其实我也是制片人。不是，你不是。我很喜欢我们其实的八卦世界。如果能早晚一点跟你道歉了就好了。我自由。看宇宙吹手，俨然时光短流，依然望向那坚定的眼眸。又何妨？天地设局，心愿阻挡，偏要与你并肩战争，我始终不可拆的墙。不战场，将可到关时光反抗，斩断世俗的枷锁，更有更以后等我外卖搞起来了，你要多教我几道你家乡的特色小吃哦。山河为证，日月为体。有儿，希望你魂归故里，安享太平。心愿阻挡，偏要与你并肩战争，我始终不可拆的墙。不战场，将可到关时光反抗，斩断世俗的枷锁，拥有更多在这废墟上的坦荡。不会说来好笑，当初来到此地，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场无法结束的噩梦。可如今回头去看，却连初中的校名都险些想不起来了。直到你问出那句 How are you？ 原来一切都是真的。原来我曾有血有肉的活过，有过父母，有过朋友，有过未来。我是一个卑劣的人，你在那一瞬间拯救了我，我却在下一秒就制定了欺骗你的方针，取得你的信任，成为你的同盟，让你手中掌握的剧本为我所用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用最稳妥的方式取得胜利，让太后和段王血债血偿。你放心，蛋总，我们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会帮你到底的。在你面前，我不仅将过往尽数粉饰，连言行举止都会刻意控制，努力扮演一个你所熟悉的现代人。你贵为天子又如何？能保护他不受欺负吗？这倒是，那你能保证3000弱水只取他一瓢？这也容易。
作为张三，喜欢你似乎是天经地义；作为夏侯丹，却要近乎魔障。我说不清是何时爱上你的，我只知道，从那以后，我就更害怕露馅了。万一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当我不再是夏侯丹，重新在你面前成为张三时，我才一点一点地想起自己离他一起有多远了。你来得太迟了，万一，这里已经没有等待你的同类了，你只能摊上一个疯得时日无多的我。溺水之人都祈求能抓住一段浮木，可当他们离岸太远，注定无救，再死死扣住浮木，就只会将浮木也带入水中。你不该为儿女私情而冲昏头脑。他是我的父母，我希望至少可以不让你沾上血迹，在这黑风夜海，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让你睡个安稳觉。我希望晚一点面对你，惊惧防备的眼神。我最希望的是看你永远灼灼似火，皎皎如玉。咱们就要打一把，狗奉驾驶下。永远是最出美的，无所畏惧，大杀四方的小姑娘。拳打开后，脚踹蛟龙。他真的是神，我也绝不会投诚。看他，无道不孤。我已经没有故乡了，你就是我的故乡。如果你暂时胆怯动摇，需要一个同类给你力量，那我就扮演这个同类，一直做到死去的那一天。朕恳请北叔待他就如待朕，务必护他周全。可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。明天我自当尽力，万一我成功了，你的担子也能轻些。如果我失败，你就照着最后一张纸上写的去做，应该也能逃出升天。再之后的路，就要你一个人走了。天涯路远，江湖险恶，多加小心。生而不为人，我很抱歉。虽然对你撒了许多谎，但这一句绝非虚言。你是我这2辈子见过最勇敢、最厉害的人。你一定会笑到最后，杀出一片山河清明来。到那时，如果原谅了我，逢年过节就吃一顿小火锅吧，就当我去陪你。张三，把这些贪官抓起来不就行了？干嘛要问斩呢？想要得到百姓的拥护，就要给他们希望。狗官丢命，恶有恶报，也是一种希望。那时的我，只当他说的夸张，却没想过，在这个世界的16年，他早已看清了生活的真相。牺牲一个人，换得其他人的生存，也是没办法的。你千万别忘了，他们是纸片人，所以我也会提醒自己，千万别投入太多情感。你是真把自己当成那个暴君了？朕本就是暴君，一直都是。可那个说自己是暴君的人，说自己不在乎别人性命的人，却在用自己所剩无多的时间和生命，去保护那些和他毫无关系的纸片人。娘娘，别哭了。
夏侯丹，已经直呼朕的名字了。先帝抱恙，深感天命将至，特立遗诏传位于太子。但太子年幼，端往代其摄政。至于称呼嘛，不过就是个虚名，先帝随意选择，臣都可以。不如你换上女装，扮作太后如何？夏侯丹，哎呀，朕忘了，你怕他呀？你说什么？你从一开始就清楚知道是谁害了你母亲，是谁害了你，但你只能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把所有的怒火都撒到一个无辜之人身上。为什么呀？